美国果然要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而帮凶是日本，中国不会惯着。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天少。在美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中，缺少能够部署威胁中国的中程导弹基地，被认为是当前最为严重的战略短板。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了中导条约，其核心战略就是要弥补面对解放军作战时的中程导弹的威胁，至少要达成一种恐怖平衡。美国目前正在研制陆基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在研制暗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但是在第一岛链如何部署是个大难题。之前的消息是，韩国、菲律宾和日本都拒绝引入中程导弹，也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与俄罗斯在东北亚引发常规导弹竞争。但是该来的总会来。据环球时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日美军方正在施压岸田政府配合美国的恶华计划，协助美国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部队，通过加强第一岛链的建设来实现对华一体化威慑。更严重的是，在日本政府还没有明确批准的情况下，美军就已经启动了多域特遣部队的陆基中岛装配工作，将多域特遣部队优先部署在第一岛链。也就是说，不管日本政府同意不同意，美军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中程导弹部署的前期准备工作。由于美国的中程导弹目前都是陆基巡航导弹，只要基地建设到位，通过空运部署，就能够在非常迅速的情况下完成。岸田文雄政府不可能不知道美军部署中程导弹的战略意义，所以现在还有所犹豫。但是美军的准备工作显然已经证明，这是日本难以抗拒的选择。在冲绳列岛部署中程导弹，不但可以威慑朝鲜，还能给中国大陆的对台军事战略造成严重威胁。因为这些导弹可比美国部署在军舰上的导弹能够更快速地完成打击任务，可以攻击两栖登陆舰队和解放军的集结地。日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铁了心要引入中程导弹，进而在东北亚引发导弹军备竞赛，那么中国就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么中国反击美国在日本岛链上部署中程导弹的手段都有哪些呢？第一，夺取制空权是解决中程导弹威胁的关键。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威胁非常大，但是同样他们也是活靶子。只要中国军队能够夺取日本列岛上的制空权，就能基本上应对陆基战斧导弹以及未来的弹道导弹的威胁。首先，亚音速突防的战斧导弹要攻击中国，飞行时间至少需1小时，防御起来并不太难。而打击敌方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应该说对我们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第二，以美军展开中程导弹的军备竞赛，用更多的导弹瞄准日本，随时进行靶点作战。中国可以提前警告日本，一旦部署美军的中程导弹，那么中国将增加对准部署在日本的导弹基地的打击手段，从而提升日本被导弹毁灭的风险。日本想引入域外力量，就要有自己被反制的心理准备，要让日本人明白，此举会让自己变得更不安全。第三，我军可以用无人机对岛上的目标实施监控，对陆基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进行监控和预警。使用预警机是另外一个办法，但是成本效益更好的应该还是无人预警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的配合，让这些导弹基地随时处于可能被消灭的状态。总体来看，中程导弹的竞赛很可能会成为中美在东北亚的军备竞赛的关键。美国现在要部署陆基中程巡航导弹，中国防御起来并不难，最关键的是预警能力和夺取琉球群岛的制空权的能力。美军的导弹毕竟部署在一些面积不大的小岛上，
机动范围有限。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美军的导弹更像是个活靶子。虽然我们能够对付这样的导弹，但是不要忘了，美军以后还有可能会部署陆基高超音速导弹。为此，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明白，允许美军部署中程导弹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